皇后没事吧？臣妾没事，臣妾只是想为陛下做些糕点，采花时不慎扭伤了腰。不过只要陛下喜欢，臣妾便甘之如饴。皇后不要总在朕的面前扭捏作态。这要是真的，是装得很真，是掩饰害人而心存不安吧？陛下此话何解？是说娇儿在骗你，是装病扮伤。皇后，你心知肚明。陛下如今有了新人，把旧人抛弃不理，还随意出口伤人，真是本性难移。皇后勿需在此又哭又闹，要留住夫君的心，就不该伤夫君的人。那是母后给你的。你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了，是不是？你不理我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够了没有？你不要一时哭闹，一时要寻死的，闹得后宫没有半刻安宁。不要！皇后，来人啊！陛下，传御医，快！诺。娇儿，陛下终于肯认真看我了。娇儿，怎么样了？子夫，你先别着急呀，母亲已经在外面打听了，很快就有消息了。你先吃点东西吧。皇后出了这种事，你叫我怎么吃得下啊？你着急也没有用啊。哎，喜娘，怎么样了？还昏迷着没醒呢。那个太医令几乎把所有的御医都领了去。我听公主吩咐，一直在门口待着。只见那些侍女跟御医们不停地进进出出。哎呀，他们手里的布条上全都是血，吓死人了。母亲，这事儿皆因我而起，这怎么能怨你呢？就是啊，那是他自作自受，拢不住皇上的心。我说错了吗？老实说，假如他真有不测，那也是上天怜悯你。你之前受了那么多苦，又被他冤枉，以后终于可以脱离苦海了。喜娘，怎么能这么说？皇后就是皇后，她一旦出事，后宫必定大乱。我也只是心疼你。我知道，唉，也不知道皇上会如何应对。皇上现在肯定比任何人都难受，我只是担心皇上会背上贪心忘旧、无情无义的骂名。陛下放心，皇后虽受外伤失血，可没有伤及内府，应无大碍。只是腰伤可能需要调养一阵。腰伤？皇后前不久去采花做糕点，伤了腰。原来她真的是为朕受了伤。皇上驾到！陛下，彻儿、娇儿她怎么样了？母后，姑母，你们放心吧，已经拔簪止血，太医救治的及时，娇儿已无大碍，应该很快就能醒来。太医令，快去给皇后备药，以作调理。诺。皇后已然无大碍，姑母就不要担心了。我们进去看看她吧。怎么能不担心？平阳公主，你教我如何下笔修书回封地，告知唐义侯他女儿现在的惨状。姑母言重了，只不过是两夫妻一时争拗而已。若非平阳公主当日献美，又焉有今日之乱呢？姐姐，我们先去看看娇儿吧。好一句娇儿！姑母，今日这情况，全因彻儿之故，与其他人无关。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怎敢怪罪他人？
更不敢怪罪于陛下。为何人家说我家娇儿住金屋，我就会深信不疑，以为我女儿从此可以安枕无忧？本公主就只有这一个女儿，却亲手将她往火坑里推，我好狠啊！姑母，你放心，朕说过会好好待她，就绝不食言。皇后与朕之间，只是一时有所误会。是我娇儿不好，误会了陛下。幸好娇儿向来都心系陛下，只要陛下一句话，什么误会都可以冰释。只是如果今日这件事传了出去，只怕越传越大。到时候世人会把陛下说成是一个无情、忘恩、不守信义之辈。身为皇后的母亲，陛下的姑母，我不得不替陛下担心。桀纣无道，始于荒淫。即使本公主不敢将陛下与这等昏君并论，可是太皇太后向来对帝德都是要求甚严，只怕东宫震怒啊！参见皇太后、皇上，太皇太后有旨，请皇上即往长信殿一趟。孙儿给祖母请安。哼，儿孙不和，后宫不宁，叫哀家怎么能安呢？祖母，皇后已无大碍，很快就能醒来。那算是雨过天晴吗？一切就可以当作没事发生过吗？都下去吧。诺。彻儿，坐吧。诺。彻儿，你知道，纵使你妃妾众多，也只有一人，是你行过6礼，娶过来的正妻吗？孙儿清楚明白皇后的身份，会谨记尊重皇后。夏桀商纣的教训，难道你忘记了？你甘心担起这宠妃妾、伤国母、无情无义的千秋骂名吗？祖母言重了。一家之主，尚且责有千金，何况一国之君？彻儿，你觉得这株蕙兰如何？这花开得绚烂饱满。的确是，但它与主株争养分，害其他花苞枯萎，留不得它。祖母，错不在旁枝侧叶，要怪就怪孙儿年少轻狂。危机是孙儿亲自带进宫里的，孙儿也曾对他许诺，若任意除去，同是无情无义。你是说皇祖母要陷你于无义？孙儿不敢。你的孝到哪里去了？庄敬持重哪里去了？你现在跟哀家说你年少轻狂，请皇祖母息怒。逼得皇后伤心自尽，全是孙儿的错。骂上一句无情无义，一时无法争辩。可是孙儿从来不曾无视对祖母的孝道，只因一时激动，失了方寸。你是方寸，你不是一时了。从他上衣承宠，你把他带进宫来，就已经屡失方寸。区区一个民女，竟让大汉天子失去了方寸，不是更该杀吗？祖母要杀人，只要一句话，必然人头落地。孙儿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可是杀人也得有依据，不然就是滥杀。祖母是滥杀之人吗？事情的始末，祖母是最清楚的。魏姬之死并非她的错，皇后不敢冷待自尽也不是她的错。若要魏姬为他人的错而受罪受死，那合天理吗？合法度吗？合人情吗？这女子蕙质兰心，哀家也舍不得，却不得不为大局着想。
你可知道诸王来朝，天灾民困，国事多磨，皇帝却为后宫一个没名没分的家人子劳心护航，输了政事，弄得后宫不宁，朝臣离心，这合天理吗？合法度吗？合人情吗？彻儿，现在正是需要天下归心、一呼百应的时候，别为小小家事而贻笑诸王宗亲，有负天下百姓。祖母，孙儿明白，今年各处饥荒，灾民处处，孙儿自会暂且放下儿女私情，将心思全放在国策民生上，更必亲往视察，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。也求祖母开恩，别让神宫再添冤魂，加孙儿之罪孽。好，那你就放下儿女私情，当好你的大汉皇帝。阴间不远，血污历历在目，切记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陛下圣安。起来。陛下，皇后怎么样？情况还好吗？是不是有什么不测？还是……没事。皇后，她没事。皇后真的还安好？为什么人人都问皇后是否安好，却没有人问朕的感受？为何连你也这样？陛下龙体安康，英明睿智，相信陛下万事都会处理妥当。朕的确是四肢矫健，会动能绞。可是，子夫，难道连你也感受不到朕的心情吗？陛下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奴婢儿时用以祈愿的竹筒灯。皇后受伤卧床，子夫不得见，所以就做了这个灯，祈求皇后身体安康。既然你这么关心皇后，朕就告诉你，皇后有太医令和御医们照应，已经没事了，相信很快就能醒来。那奴婢就放心了。陛下，如果皇后醒来之时，陛下能够陪伴在身边，想必皇后定会心暖释怀。你是想朕现在就去交房殿吗？将心比心，谁不想在伤病危难之时有夫君陪伴在侧，执手细语？奴婢只是不希望陛下背上无情无义，削减后宫的污名。无情无义，这4个字朕今天听够了。其他人说朕无可奈何，可你子夫不可以。朕备受责难，为的是什么？你比谁都更加清楚。朕来这里，本想图个清静，得些安慰。可是看来，这里也并非清静之地。禀陛下，皇后已经醒来了，想见陛下。
陛下，奴婢这就去通知皇后见驾。陛下，皇后刚醒，难免语气不顺。陛下也一夜未眠，不如先行休息吧。有人告诉朕，皇后醒来，有夫君陪伴在侧，执手细语，才能心暖释怀。是奴婢没拿稳，求皇后恕罪，请皇后恕罪。算了算了，快收拾干净，别弄伤皇上。你们都退下吧。诺。陛下，臣妾还以为你不会见我了。怎么会呢？朕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永远都是朕的皇后。都是娇儿不好。娇儿，别这么说。这次一定连累你了吧？母亲有没有为难你？祖母有没有责骂你？我还是去跟祖母请罪，都是娇儿的错，一时逞强耍性子。哎，不，是朕冤枉了你。你为朕做糕点弄伤了，朕竟然不信你，还冤枉你。你如今受如此重创，仍替朕着想，是朕对不起娇儿。陛下别说对不起，臣妾为陛下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其实无论娇儿做了什么，都是为了夫君，怕失去了夫君的宠爱。好了，不哭了。陛下，可以永远都不离弃臣妾吗？我刚刚在梦中生生唤着夫君，可陛下不理我。我想抓紧你，你却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远。臣妾恳求陛下，不要把娇儿一个人扔在金屋里。我宁愿忍受千屈万辱，也不要陛下丢下我。我求求陛下。好，你放心，朕绝不会丢下娇儿。你记住，娇儿是朕的妻子，只要有朕在，就会好好的护着你。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不哭了，娇儿不哭了，别难过了。你是朕的好皇后，陛下也是臣妾的好夫君。启禀陛下。陛下，御驾已在外恭候，可以随时启程。先去长乐宫，朕要向太后辞行。现在什么时辰？回陛下，时辰尚早，可途经掖庭到东司马门，稍作停留。好，就照你的安排。摆驾。诺。陛下，臣有急事禀报。所谓何事？丞相派人到东宫，上奏博古报民，哄抢官仓。传闻当地出现人相识。什么？传太皇太后懿旨，请陛下不用前往东宫辞行，速速前往救灾，切记以万民为本。自从你上次冲撞了皇上，皇上就再没来看你。这一次又不知道何时回来，待会儿啊，你可得好好跟他相处，挽回他的心啊。皇上已经从义和那边直接出宫了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皇上是不能冲撞的。那晚你为他好，把他往皇后那里推，你看他现在却反过来气你。哎呀，恐怕皇上情意已断呐。母亲，小太太，哎呀，你没睡醒啊，一点精神都没有。回话要大声一点，痛快点，知道吗？诺。哎，等会儿呢，
你将新鲜的光螺、青蚶洗净之后呢，盛在釜里，然后呢，再去冰室取些冰块镇住，留着今晚夜宴之用。听清楚没啊？小的明白。会话要大声一点，人要机灵爽快。哎，好。喂，全是恭候王亲，快行礼。好，请这边请。好。各位，请随我来。请。易总管，易总管，喊这么大声干什么？你等我耳朵吧。易老头，你果然不简单呐！原来你真是个高人呐！喂，你在瞎说什么呢？为什么遮遮掩掩的？你有很多秘密吗？是杀人凶手吗？还是学艺不精，算错了人家的命数，所以洗手不干了？神算相公，这是什么？七星图？喂，什么七星图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个呢，是我之前淘来的宝物，我才用了半两钱就买到了这个，做工精致的布匹。哎，这个铺在桌子上呢，哎，可以当台布，你看看，哎，不错吧？我就说嘛，他不是小摊上乱买的，就是地上乱捡的，你们还说他懂，太看得起他了。我还没问你们呢，为何跑到我房里来？知道易叔叔受到皇太后赏赐，所以啊，我们是特地来给你庆祝的。这些都是我跟子夫亲手做的呢。哦，你们真是有心啊！不过呢，其实也不是什么赏赐，几片金片而已啊。口气真大，只是几片金片。你们来，不单只是为我庆祝啊。公主刚决定，明日就要回府了。我们知道后，就来谢恩告别，顺道过来看你。你还以为真是为你庆祝啊？你算老几啊你？哎，庆祝也好，借我这里呢歇歇脚也罢，反正我是有口福了啊。吃完以后呢，收拾东西，公主可以回府了，我们也终于可以回去了。公主是要回府，不过你嘛就留在皇宫里。公主说了，皇太后夸赞你的厨艺，让你不要走，先留在掖庭掌厨，然后随时听召去给皇太后做烤肉。我也可以在掖庭照顾子夫，这样我也不用日日挂念我的佳儿了。姐姐，我也要回建成宫了。你现在呢有喜娘和易大叔了，我也就可以放心了。你不要总记挂着我，有时间要多去找段大哥学剑，切磋武艺。我一定会的。公主说了，我可以随时到平阳侯府的书房借阅兵书。我呢，一定会勤加研习兵法的。这我就放心了。放粮！放粮！快点放粮！我的孩子有病！本君诚早说过，太守身有要事，请君侯在后片刻。那些灾民已经等不及了，你听听外面的惨叫。凡是心怀百姓的父母官，都不会袖手旁观。我尊你是平阳侯，也算是皇亲，才放你进来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谁对平阳侯不敬，下场就如此狱。区一个平阳侯，就有这等架势，不是太可笑了吗？区一个太守，却是这等架势，不是太嚣张跋扈了吗？你来就是要教训我的。没错，我不但要教训，还要你立即开仓放粮，要你把囤积在府里的民脂民膏全都吐出来，分给百姓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博古郡太守窦权。对，我不只是这里的太守，我还姓窦，是皇亲。我这皇亲，比你这皇亲可有面子、有光彩多了。就因为你姓窦，
就可以把官仓的粮堆到府里吗？看来你这府里的仓库都堆积满了吧？想高价卖出谋取暴利吗？外面恶票处处，人相食呢，你看不到吗？那又怎样？天旱水灾年年都有，年年都要开仓，那这郡府岂不亏空？这里的事由我管着，你要管事，滚回你的平阳县！大胆！大胆的是你们！平阳侯不过是依仗自己是皇上的姐夫，但是你们别忘了，你们平阳侯看到了窦太主还得叫一声姑母，何况太皇太后还在，他就是我的靠山。依你说，权大靠山大就可以任意妄为，就可以为了私利。不管皇上已下旨开仓，你都自作主张吗？是。今天即使是皇上来了，也要念及他老祖母的面子，让我3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想干嘛？杀我？杀我呀！给我杀了他！是否连朕也要让你几分啊？说得真好，权大有靠山，皆可肆意妄为。朕现在就下旨，立即开仓，就从太守府开始。诺。奴婢觉得，既贵为天子，当心系天下，体察民情。这次出宫，真要好好视察。陛下以民为本，奴婢替百姓谢过陛下。你确实不同，明白朕。这萱草就是这样，今早还开得正欢，到现在却耷拉着花骨朵了。朝开暮落，人说这让人忘忧，可是忘忧也是忘情，只怕这是缘尽情逝的意思吧。这寒兰竟然能在寒冬屹立开花不止，还能吐香，足证其坚毅不凡，不可多得。就像他，陛下，冬寒夜冷，要顾惜龙体啊。喝点酒，暖暖身吧。朕曾答应给他的住所种满兰花，这个承诺竟然还没有实现。陛下微服暗访，兴利除弊都快1年了。等冬末粮荒稍缓，或可考虑先回京城。京畿不可长久无主。余下的调度，臣愿请命替陛下分忧，请陛下准奏。好，朕就命你南下调停。臣领旨，必不负皇恩。吓到你了吧？你也是来拜祭瑞姬的。今日是瑞姬的生祭，不想她寂寞，我过来陪陪她。1年多都没到这里来了，想不到竟一尘不染。姐姐刚才一定费了不少功夫吧？我也曾经照顾过瑞姬，知道她爱美，所以带了些绫罗，准备帮她布置一下生前住过的地方。可惜物犹在，人已废。瑞姬曾教导我说：“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”皇后之外，其他的妃子
都是未经婚仪，算不上妻子的。瑞姬也曾这样教过我。新宠何其多，旧人除了无止境的等待，还能怎么样？谁叫皇帝无情啊？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来拜祭瑞姬了。为什么？下月15就是出宫典，有意出宫者均可上报，由皇上选择定夺。可以上报出宫吗？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不会常有的。或因天灾战祸，汉宫要克己简朴以酬天；或因嫔妃宫女侍奉久了，宫里要弃旧迎新，才会让我们自己上报出宫。与其长居深宫，盼不来皇上，倒不如趁现在还年轻，出宫和亲人团聚，这样的话还能重获新生。我先走了。什么？出宫？你疯了不成？你叫我们来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个？卫青，你赶快去劝劝你姐姐。姐姐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已经向少府报了名字。是因为皇上回来几天了，还没来看你吗？哎呀，你会不会中了人家的圈套啊？说不定那个什么赵姬，逢人就劝说让人家出宫，好让自己得到专宠啊！你相信他？不信啊！就算他曾经照顾过瑞姬，也必不跟他亲厚。瑞姬不爱酒，偏爱甘草汤。瑞姬不喜欢艳色绫罗，他根本无心忌瑞姬，只是做个样子罢了。那你明知道这样，还是决定要出宫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必须要走。皇上刚回来，想我走的人已经出手了。我这次不走，还会有下次。自从我入宫以来，后宫就天翻地覆。我若不走，只会平添皇上的烦恼。子夫，你就是为了不让皇上心烦？我一无家室可助皇上，二无寸功可扬圣德，留在宫里只会引来一片酸风度雨，徒添皇上的烦恼。那么如今，我除了离开，还有什么选择呢？我真是看不过眼了。到现在为止，你还是为了皇上，而他回来都没来见过你，真是无情啊！或许皇上不是无情，只是忘情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能安心的做个了断。可怜我千辛万苦要进宫来，你却要走了，那我们嘉儿……子夫走，我也走。母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跟公主说，让她安排你出宫的。哎呀，怎么来来回回一场空啊！哎呀，你不要只是想着你自己好不好？姐姐，你真的舍得吗？不遗憾，不留恋。没有遗憾，只想再见皇上一面，哪怕只远远的看上一眼，也都好。你若真的再想见他一面呢，也只有出宫了。届时皇上会亲临出宫典。哼，世事就是这样，要留就不能见，想见呢就不能留。留不能见，见不能留。陛下，出宫典明日午时举行，宫人名单在此，请陛下过目定夺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段仆夜快马来报，在长阳5日，梁灾已经得到缓解，请陛下放心。接下来会继续南行，再回长安。你去处理吧，朕就不看了。
诺。等朕批完这些奏折之后，今晚就去掖庭吧。臣这就替陛下去安排。皇后驾到！陛下甚安。啊，起来吧。臣妾知道陛下回宫后通宵达旦批阅堆积下来的奏折，所以臣妾亲自备了饭菜，让陛下可以稍事休息。陛下你累了，再这样下去恐怕龙体为何啊？臣妾伺候完陛下用膳后，陛下再忙国事吧。臣妾定不会出声打扰，只盼能陪在陛下身边。好。你还笑？人家就要骨肉分离了。哎呀，能分几天呢？子夫都走了，你还怕公主不让你出宫啊？哎，子夫，这个呢，是在集市上买来的。物虽轻，但情意重，你要挂在身上，记在心里啊。哼，谁要想着你呀？脸皮真厚。易叔叔，谢谢你。啊，我们走了。娟儿，母亲。原来冥冥之中，朕与你早就有丝丝点点的牵连。而如今上苍既然如此安排，看来朕的这个决定没有错。子夫，你注定就是朕的女人，即使前面有艰难阻力，都值得朕把你留在身边。皇后驾到！皇后请安。怎么只有皇后一个人？皇上国事繁忙，无法抽身，这出宫典礼就由本皇后主持。掖庭宫人恪守其责，克勤于邦，遵礼守制，敏惠柔明。今特予赐赏，以慰其劳，犒其功。皇上皇后恩泽后宫，令宫人归其家，复终身，自其阴驾，天自降福。诸位，皇上驾到！陛下晚安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出宫典礼已毕，陛下劳累，不是说好臣妾代劳就行吗？这些出宫的嫔妃侍女，或服侍过朕，或曾为朕办过事。今日出宫，朕也该亲临话别。感谢诸位报效皇室，忠心事主。今日出宫归家，祝愿以后诸凡顺遂，自其阴驾，福泽长存。谢陛下，陛下千秋万岁。皇上起驾回宫。
要你和魏姬脚踏出宫门，本公主给你的赏金，足以令你下半生安枕无忧。子父，你别难过了，出了宫门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敢问陛下，召见奴婢有何吩咐？你为何要出宫？是受了威胁，还是被人为难？但愿听你一句，无可奈何。无人为迫，没被为难，更非无奈。是奴婢自愿走的。为何要走？因为奴婢没有留下的理由。两情相悦不是理由，其遗偕老不是理由，难道名分未尊才是理由？荣华未享才是理由，还是日久情疏才是理由？执君之手，同入宫门；伴君之侧，共赏殿宇。岂怪名分未尊？皇宫衣风十足，日子无忧。岂言荣华未享？天子后宫妃妾百千，能得一朝宠幸，已属万幸。岂愿日久情疏？那你给朕一个走的理由。奴婢一无功名，二无家室，实在无法帮陛下建功立业。若贪恋至情，令陛下家无宁日，宏图难展，奴婢罪该万死。这么说来，你是为了朕好。可你言下之意，是说朕得靠后宫姬妾之家世，才能稳妥地当个皇帝，是吗？陛下恕罪，奴婢本意并非如此。可你刚才不就是这么说的吗？既然你这么为朕着想，这么一走不就如你所愿了吗？那你刚才哭什么？朕问你，你哭什么？奴婢为何而哭？无关宏旨，只求陛下放奴婢出宫。你这么想出宫？好，你回答了朕，朕满意了，自然让你出宫。为什么回答不出来？是舍不得朕吗？抬头看朕。明明舍不得，却决意要走。走了，朕会心安吗？你当朕是什么人？你以为我孤身在外，不会对你怀猜？没想过玉环归在。陛下，若是你记住我的情谊，
会为着自己无家室，怕给朕添麻烦，说走就走了。都是奴婢的错，奴婢实在不敢相信陛下思之念之，想归来相见的竟然是奴婢。为什么不敢相信？你可知道，每晨更衣，朕便忆起上衣轩中的纤纤玉手，路上清风吹拂，便想到玉河船上的悠悠青丝。夜里抬头看星，便惦记长安城里待朕守护之人。我刚才见你在出宫人队伍之中有多难受，我好想质问皇后，是否是她逼迫你离开？又猜想着，难道是朕回来之后，为了如山的奏折没有及时找你，你就失望要走？你可知道，朕心如刀割。陛下恕罪，你的确罪该万死，但是为了你的眼泪，朕可以免你死罪。只是你轻忽朕对你的宠爱，一定要重重受罚。朕罚你这辈子再也不许离开朕。无论什么理由，即使说什么为朕好，朕也不允许。知不知道？奴婢知道。退下吧。诺。怎么连药也不喝了？太医令说这种药要一直喝，才可以养好身体呀。好了有什么用？他眼里心里只有那个贱人。那你更要养好身体，才可以再和他斗啊。斗？我怎么斗啊？明明不去，却又去了；明明看不见，都走了，却又回头看他一眼；明明门都开了，那就让他走好了。偏偏白明又赶上了，天都在帮他，我怎么斗啊？若是天要欺我娇儿，我就要同天斗；如果地要负我娇儿，我就要同地斗。母亲一定不会白白让你受委屈。你要争要斗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先养好身体；第二件事，你就是要忍。母亲，你要我去忍一个低贱的歌姬啊？刚才皇上看见那贱人之后，有质问你吗？那倒没有。那不就是了？看来皇上还是顾念这份夫妻情分的。你忍，皇上见你识大体，自然会心存感激。如果不忍，那就军心尽失了。你要好好守候在夫君身边，讨他欢心才是啊。娇儿，如今我们就让魏姬疏于防范，再趁机抓他把柄。这就叫做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。你母亲历经两朝前庭后宫诸般争斗，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过？还怕对付不了一个无权无势、无谋士的小歌姬？
别担心啊。以后，朕要你每日都替朕祭神。陛下后宫姬妾如云，怎能容子夫每日替陛下祭身啊？姬妾虽多，可却只是形势所逼，非朕所要。就如皇后，大家都认为金乌之诺，朕我二人情谊早定。可许诺之时，朕还是个孩童，哪知男女之情？直到遇见你，才知道何谓挚爱深情。陛下，子夫一直有样东西想要给陛下。子夫这1年的心意，全在此丝锦之上。陛下出宫之后，子夫便将思念化作丝线，从抽丝到调丝，再到织出丝锦，再用丝线将这国土一一绣上。边绣，边想着陛下身在何方，在做何事。这是国谷，盛夏之时，恶殍处处。朕再次开仓赈灾。你说过，儿时曾因天灾流离失所，此乃池养。隆冬之时，漫地飞雪。朕在此发放寒意。夜深人静之时，就想起你首次在宫中过冬，孤苦伶仃，是否能穿暖吃饱？子夫一切都好，只是想陛下。幸好绣着绣着，陛下的天下尽在其中，仿如看到陛下君临天下。君临天下，这天下天灾人祸不绝。这次外巡，让朕对百姓生活之苦体会深刻，所以现在，朕一定要改革朝政，整肃宗亲大臣的歪风败气，拿他们的不义之财来富民强兵，防御外敌。陛下，到那时候，朕便要与你踏遍九州，到此图上的每一个角落，亲都百姓，和乐富足。那子夫也要在这图上绣一个和字，祝我大汉天下和乐富足。好，你既贺朕天下和乐，朕也赠你禾场乐聚。陛下，陛下恩准沈家陪在子夫身边，以示厚恩，子夫就不需要。白明在。传朕谕，为子夫填和乐意，绘制兰心，即日起赐居兰陵殿。诺。皇上说是军粮军赋，分明是要打击百官利益。说到底，皇上此举还是要掌握朝政，挑战太皇太后。的确如此。如今皇上以疏解民困为理由，太皇太后怜悯苍生，未必会反对。大人，舅父有事吗？臣启来密报，吉安在河南开了粮仓。岂有此理！河南郡太守陈契，那岂不就是窦太主的夫君，唐一侯的亲侄子？吉安也真是够大胆的。陈契已说明粮仓中是军粮，他连军粮也敢动，才叫胆大。吉安不是去河内视察火灾了吗？怎么去河南开仓？谁命他开仓的？肯定是脚趾擅开呀。舅父，你刚才说这是密报，那么皇上可知此事啊？此事皇上应该还不知情吧？那就即刻行动，时恐有变。什么调度困难，纵容贪赃，其实都是在互相包庇。
这些宗亲争权夺利，就说是刘家、太皇太后、窦家的，还有皇太后王家，爱到自己的利益时，谁还顾念这几个亲戚？陛下息怒！息怒！这关乎天下安危、百姓生死的事，何以息怒？你们谁都不许再插手！陛下，怎么了？又是谁来求见？要朕体谅这个，照顾那个。是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清宅，还有宣。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丞相拟好新政细节没有？陛下，臣等有要事要询。说。不知陛下派业者结案，持节出使河南，可是？什么河南？河内火灾连千户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朕特派结案去视察。丞相是为新政奔走，把地方赈灾抛诸脑后，还是另有深意？臣不敢。只是地方官员报称，结案在河南，持节逼令河南太守陈器擅发官仓军粮。既然是陛下派奇案去河内，看来吉案在河南的所作所为就是交旨了。臣正是交旨，罪臣吉案，拜见陛下。吉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陛下，臣这次解河内灾民之困后，回京路过河南，见河南水灾缺粮，饿殍遍野，导致父子相食。臣权宜行事，持节发河南仓粟，以赈灾民。陛下，吉案既是赈灾，情有可原。吉案放的是军粮，陛下，兵法云：军无粮，则必亡。够了！臣大胆，但不能不谏。只恐陛下日后政令不同，军威有损呐。臣应伏法，以挽军威。来人，将吉案下狱戴罪。陛下，一个小小的吉案已能随便开仓，若新政已出，货粮周转，朝廷鞭长莫及，恐怕天下官仓尽开，这政令万万出不得呀。陛下，是子夫琴艺不精，琴音不妙，未能让陛下忘忧解愁吗？要不是你的琴音，朕的怒气早就把朕憋死了。来，子夫。朕还是皇帝吗？陛下为何这么说？帝皇号令天下，管治百姓，可朕这个皇帝却连朝臣都管不了，政令连未央宫门都出不了。人难免都会偷安懈怠，让自己过得舒服些。陛下要改革，大家自然心生恐惧，想要固守旧制。但以陛下的才智，有什么能难倒陛下的？是吗？子夫初见陛下之时，陛下还不尽了解民情。现在呢，陛下已是多次出巡、体察民情的亲民皇帝了。还是子夫最知朕的心呢。陛下怎么了？若朕真有应对之策，却要陷你于难，你愿意助朕吗？陛下是子夫的天子，就是子夫的天。能为陛下的千秋大业尽一份力，无论如何，子夫都愿意。好，这几天朕想在你这兰陵殿静思，不要任何人打扰，
只与你的琴音作伴。皇后，请容奴婢痛传。皇后，皇后，请容奴婢痛传。皇后金安。魏姬，本皇后是来送糕点给皇上的，你让开！你敢拦皇后？皇上要奴婢守住此门，奴婢绝不能退半步。放肆！滚开！奴婢身负皇命，还请皇后自重。皇后乃后宫之首，应该母仪天下，还请皇后谨遵圣旨，以作表率。等皇上出来，看我怎么惩治你！皇上是天子，也就是奴婢的天。皇上要奴婢守住此门，奴婢就绝不能退一步。奴婢身负皇命，请皇后自重，谨遵圣旨，以作表率。你的女儿，堂堂大汉的皇后，刚才就被他挡在他的门外。你叫我忍，结果我却如此受欺负。你是不是说皇上在兰陵殿闭门不出，连你都不肯见啊？那很好啊。好？怎么好啊？皇上只顾着和那个小贱人同乐，连见我一眼都不肯，还吩咐那个贱人来挡我。这才好啊！真是天助我儿啊！皇上留在兰陵殿不出，越久就越足以构成魏姬魅惑圣上之罪。哼！莫西王下，褒姒灭周，女子祸国，素来是历代皇帝视为忌防的呀。母亲说的是，这件事情要是让祖母知道，看他怎么收场。哎，你可先别着急，还要忍啊！你现在只管好好孝顺祖母，侍奉在侧。再过几天，让人看看哪一个是贤德皇后，哪一个是妖媚姬妾。到时候祖母自会为你做主的啊！公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公主抱恙，卫青想护送公主进宫。另外，卫青刚去厨房取了一些款顿花露，让公主润肺止咳。你怎么知道？虽然公主强装没事，但是卫青看到公主一直在咳嗽。你是想随我进宫看你姐姐吧？卫青担心姐姐，也担心公主。好吧，走吧。待会儿进宫后，你马上回建章宫，不可以久留，尤其不要去兰陵殿。可是姐姐有事，卫青想去看一下。你去有什么用啊？如果子夫真有事的话，你凭什么帮他？这件事情关系朝廷后宫，且惊动皇太后，你掺和进去，不但于事无补，反而会令此事更加糟糕，对皇上和子夫都有害无益。好，卫青知道了。卫青护送公主进宫以后，立刻回建章宫，不多说也不多问。那就好，走吧。皇帝连日闭门不出，我昨日召见他都没来，今日又不早朝，实在叫人担心呢。皇上心正受阻，应该只是一时之气，所以才会。一时之气，过这几天也该闹够了。禀皇太后，马车已备好。走，去兰陵殿。女儿啊，你一直和皇帝亲厚，卫姬又是你一手提拔的，你要想办法把你弟弟劝出来，否则这事让你祖母知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祖母也是很疼皇上的，只要跟祖母好好说明，祖母她也不会。只怕有人添油加醋。卫姬先前与皇后母女风波不断，我听说
这魏姬连皇后都敢拦阻，我倒要看看，我这个皇太后去，她敢不敢拦？哼，走。段大哥，你回来了，事情办太顺利吗？一切都很顺利，就是担心你这里的情况。段大哥放心，我能应付的。子夫，皇太后与平阳公主来了。皇太后驾到！参见皇太后，参见公主。都起来吧。谢皇太后，谢公主。皇上多日闭门不出，皇太后担心皇上龙体，过来探视。魏姬，去把皇帝请出来。请皇太后恕罪，皇上不想见人。皇帝连亲母都不见，还是你不让皇帝见？请皇太后恕罪，奴婢不敢。魏姬，宫中谣言已起，说皇上沉迷声色，荒废政事。如若事情闹大的话，只怕会玷污皇上英名。皇上并非沉迷声色，只因朝事不顺，心情烦躁，才会闭门静思。还请皇太后、公主明察。皇帝既是心烦国事，平阳，你进去替亲弟分分忧。皇上这几日胃口好吗？皇上吃得香，睡得好，身体安康，就是怒气未消。母后，以往弟弟心烦，都是食不下咽，睡不康宁，每每要策马出外，奔跑涉猎才能舒坦，但如今却一反常态。而且，此人乃跟在皇上身边的七门仆射段宏，此刻却持剑在此。孩儿相信，这该是皇上的安排，未必就是贪恋美色。母后，还是等皇上出来再问吧。我愿意等。太皇太后可不一定就此作罢。太皇太后驾到！参见太皇太后。恭迎太皇太后。都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平身。谢皇太后。母后，母后要想见谁，去把他召到长信殿便可，何须移驾到此？多日不见皇帝，再不亲自来巡，恐怕就见不到孙儿了。彻儿是忧心国事，皇帝一心为国，是件好事。但国家大事不能轻率。许昌他们反对推行新政，也只是谨慎行事。皇帝听不进去也就罢了，可是现在居然不上早朝，还久居妃妾殿中，这像话吗？娇儿，你亲自去请你夫君出来，和许昌等众臣子当着哀家的面好好聊聊国事。祖母，上次我要去，被指不自重，这次我可不敢去，怕有损皇后威仪，伤了皇后的体面。说这话就不失威仪吗？你是我大汉的皇后，大汉后宫有什么地方是你皇后不能去的？诺。好妹妹，先国而后家，皇上乃一国之君，既然已经下了圣旨，不准打扰。如果贸然闯入，恐怕不太好吧？公主是真怕违抗皇命，
还是存心包庇假传圣旨之人呢？哼，我差点忘了，此殿的主人不久前还是平阳府上的歌姬呢。既然皇后不能内进，那就让我这个当姑母的长辈亲自进去请皇上吧。姐姐，平阳这孩子做事一向谨慎，他不可能会包庇人。倒是彻儿，他的秉性你是知道的。彻儿闹脾气不出来见人，是他不对。可是这么多人，硬是要逼他出来，叫他如何自处啊？哼，看来要哀家亲自去请了，看谁还要阻拦，谁都不许跟着。秋萍，走。莫。等等。哪来的拦路狗，竟敢冒犯太皇太后！西门仆夜段宏，奉皇上圣谕，阻止任何人进入兰陵殿内室，强闯者斩。圣谕，你知不知道此乃皇上的亲祖母，就是皇上亲临，也需称臣服命啊！啊！无论是谁，臣识君之路，只知死守军令。好，你既然一心求死，哀家就成全你。来人，拖下去斩了！够了！求太皇太后开恩呐！段仆夜确实奉了皇命，并非存心冒犯，求太皇太后开恩！求太皇太后开恩呐！你这个妖女，迷惑皇上，还假传圣旨！来人呐，将卫姬一并拉去处斩！通通拉下去斩了！太皇太后！混蛋都不要！皇上不在兰陵殿。皇帝在哪儿？孙儿在此。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是皇上。太皇太后节安。皇太后万安。太皇太后，孙儿离宫，亲自去了河南，查结案开仓之事。既是查案，光明正大，又何必故弄玄虚？彻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苏母母后，河南太守陈器告结案，擅发军粮，孙儿深觉不妥，但不想奸臣有机防范。只有假以闭门，暗网查查。朝臣只结案，擅发军粮，引致军心不稳，所以孙儿执意到边防查查，却发现李将军，臣在。你来说。禀太皇太后、皇太后，臣带兵镇守边疆多年，多是本郡征粮。甚至兵将自耕，从未动用经济3合粮草。河南太守陈器诬告结案，其实是记恨私卖储粮，谋利不成，却罔顾受灾百姓的性命。孙儿已把如此奸佞之徒就地正法了。杀得好！另外，路上查知，济川王刘明称上贡之物受损不能缴。其实私相授受，更杀害欲告密的中尉。孙儿深知祖母仁厚，不忍杀宗族子孙，故派段宏传旨，废弃王位，贬为庶人。不孝子孙，死不足惜呀！难得皇帝仁德宽厚啊！孙儿先前出外视察，也知道有官员以权谋私，没想到狂妄至此。如今终明白陈器等人为何陈词激昂，反对新政。原来是怕新制之下难以与官员疏通，无法中饱私囊。孙儿此次要还结案公道，更要推行新政，严查所有郡国官员的贪赃之事。太皇太后，陛下，臣等定当尽早商定，
新政细节，也商讨一下将来军饷的运送。朕觉得，由金鸡供应军粮，免地方重担也是好事。李将军，就请你与众卿下去好好商议。臣等告退。急案留下。臣在。段宏。臣在。魏姬。奴婢在。堂下3人，一个擅自开仓，一个挥剑犯上，一个隐瞒顶撞，又该如何处置啊？其实都是孙儿。哀家不是问你，是问那个连皇后也敢阻拦，哀家的懿旨也敢违逆的人，是不是3个都该死啊？嗯。回禀太皇太后，奴婢以为，一个该赏，一个该放，一个该杀。那哀家问你，谁该赏，谁该放，谁又该杀呢？说！臣以兵刃对太皇太后，罪该万死。臣脚趾开仓，牵连段仆射与魏姬，臣该死。孙儿，让魏姬说。回太皇太后，百姓饥寒则不畏死，不畏死则弑君之危莫如，天下乱之始也。汲案虽交之有过，但其放粮之举，抚黎民于水旱之患，止祸乱于未发之前，显皇上以仁德之名，应记一功，功过相抵，该放。那谁又该赏呢？昔日，宋国被楚国围攻，解阳受晋景公之命救宋，不料途中被楚庄王擒获，反要他复宋劝降，解阳假意答应，脱险后却宁死也要从晋君命，而被楚庄王。解阳坚持承命为信，最终楚庄王赦之，而晋君绝之。今段宏受皇命，背礼而承命，忠君而信诺，该赏。那该杀的，就是你了。兰陵殿闭门拒客，虽是对君上守诺，但欺瞒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却非圣意。奴婢作为臣下，作为晚辈，令2位太后奔波伤神，难辞其咎，该杀。说得合情合理呀，母后。如此说来，汲案是该放，段宏是该赏，哼，魏姬是该杀。祖母，魏姬助孙儿查办奸佞，虽然欺瞒2位太后，却情有可原。好一句情有可原呐！那皇帝的意思是，这魏姬是该赏，更该放了。既然只是情有可原，而不合法理孝道，自然该罚。就罚魏姬1年内不予封号，着令继续学习公规公礼，以彰显太皇太后仁慈。好，好，好，彻儿，那2个人又该如何处置呢？汲案开仓赈灾，功过相抵，迁为荥阳令。段宏冒死守命，忠信可嘉，赏金500。你等3人还不快谢恩？谢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上隆恩。